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靠装嫩爆火的谭松韵，她可不是一个傻白甜。近日，女演员谭松韵被造谣离婚，谣言转得如火如荼时，谭松韵本人亲自下场辟谣。预言家确实结了又离了，但是又和好了，不过是罗11娘，不是谭松韵。一席话尽显高情商，不仅否认了谣言，还宣传了自己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锦心似玉》。不过34岁的她，自从出道起就没有转过什么恋情绯闻，也难怪会有人转她隐婚又离婚了。谭松韵长着一张娃娃脸又总演少女的角色，在观众眼里，她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。殊不知，90年出生的她已经34岁了。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她，从来不是什么软萌小白兔。从小到大，她一直都是一个能扛得起事儿的女孩。今天就来扒一扒童颜女神谭松韵成名路上那些辛酸坎坷。1990年5月31日，谭松韵出生于四川泸州，家中独女，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，父亲是舞蹈老师。谭松韵受父亲的影响，也喜欢上了跳舞，不过父母也只是让她当个兴趣学学，培养下气质。没想到，谭松韵在11岁时候考上了四川舞蹈学院，父母十分不舍，担心娇生惯养的女儿吃不了专业舞蹈训练的苦，但又害怕不让去的话会耽误谭松韵的前途。与父母的犹豫不决不同的是，小年纪的谭松韵意志十分坚定，我一定要去，我不怕吃苦。父母从小就对她百依百顺，既然女儿想去，那就去吧，不过到底是不放心。于是和女儿约法三章，每天都要打电话，不能和男生出去玩。就这样，才21岁的谭松韵就离开家乡，远赴成都到四川舞蹈学院学民间舞和古典舞。少小离家，但谭松韵却从未表现过想家，反而在班上充当照顾安慰别人的大姐头角色。其实她在班上是最小的，但小孩子哪有不想父母的，她不过是把情绪埋在了心底，偷偷的思念，还报喜不报忧。谭松韵的腰很硬，老师每天都要给她搬腰，每次她都痛得直哭，但从未跟父母提起过。她不想父母每天辛苦工作，还要担心她。几年下来，她的性子也慢慢变得独立坚韧起来。就在父母以为她会在跳舞这条路上的时候，谭松韵突然又跟妈妈说，她想当演员，她喜欢上了赵薇，想成为赵薇那样的人。面对着从小疼到大的女儿，妈妈实在说不出反对的话来。她清楚，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当演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算当上了，想要走红也难如登天。但这些他们都没有跟女儿说，怕打击到她的积极性，但又不忍女儿失望，于是偷偷地将女儿的简历和照片寄给了峨眉电影制片厂。没想到还真的得到了演出角色，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小配角，这也很值得惊喜了。2005年，谭松韵在父母的陪伴下出演了演艺生涯中第一部作品《好好生活》，正式在娱乐圈出道了。导演对谭松韵的表演很满意，还夸她非常有灵气，这也极大了鼓励到了谭松韵，愈发坚定了她当演员的梦想。于是她决定不学舞蹈了，改写表演。宠爱她的父母当然选择支持了。2006年，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她想成为赵薇的师妹，但却因为准备不充分名落孙山了。这对从小就顺风顺水的谭松韵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也击垮了她的自信心，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，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当演员。看着伤心难过又自我否定的女儿，妈妈心疼不已，她鼓励女儿复读，但谭松韵却很犹豫，因为当时家中困难，
复读会加重父母的负担，而且艺术生的学费很高。但妈妈却告诉他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爸妈砸锅卖铁也会给你。带着父母的期许，2007年谭松韵成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不得不说，谭松韵很幸运，父母对她的决定永远都是鼓励，而不是打击。父母的支持也是谭松韵成功的开始，而她的父母也是幸运，女儿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宠爱而恃宠而骄，反而走出了一条他们从未想过的一条路，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惊喜。但这条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大学期间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谭松韵努力学习表演知识的同时，还陆续出演了多部电视剧5.12汶川、不相信眼泪、我的燃情岁月、搞笑一家人等。不过也都是一些小配角，荡进娱乐圈这条大河里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。直到2010年，谭松韵才接到了一个帮打开她知名度的重量级小配角《甄嬛传》中的纯贵人。能接到这样重量级的小配角，谭松韵的娃娃脸功不可没。剧中的纯儿只有14岁，是一个娇憨可爱的小吃货，可以说跟谭松韵的形象非常贴切。郑晓龙当时看到谭松韵的试戏片段，立马就定了谭松韵。2012年《甄嬛传》大火，谭松韵也借着这股东风小火了一把。虽然纯贵人只再现了几集，但几乎本色出演的谭松韵让大众认识了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星，也让她获得了更多的演出机会。同年，谭松韵出演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搜索》。2013年，她与刘德华、林志玲等拍摄电影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扮演双子座魔女。虽然也都是一些小配角，但这些小配角跟之前的却不能同日而语。但就算出演名导的作品，和大牌明星搭档，但依旧没能给她带来多少知名度。大家对她的印象依旧是《甄嬛传》里的那个天真善良的纯儿。有人说她的圆脸不适合演主角，要她趁早改行，但她偏不服输。就算她不能演正剧大女主，难道青春校园剧也不行吗？当然是行的。很多青春校园剧，年纪合适的但演技不行，演技可以的年纪又不合适，而谭松韵正好是有演技又长着一张18岁的脸的女演员。出道10年的谭松韵，终于在2015年开始凭着一张嫩脸走上了男神收割机的道路。这些男神大部分的年龄都比她小。2015年《旋风少女》，谭松韵饰演女主角七百草的闺蜜范晓莹，也是剧中的女2号。在剧中，25岁的她和17岁的吴磊谈起了恋爱，也毫无违和感，观众也没有骂她老牛吃嫩草，反而喝起了他俩的 CP 糖。2016年，谭松韵出演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。出道11年的她终于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主角。26岁的她出演16岁的耿耿，搭档19岁的刘昊然。高甜不狗血的剧情让这部剧直接成为了当时最火爆的校园剧。谭松韵和刘昊然这对耿耿于怀 CP 也冲上了娱乐圈舆论的热潮。但谭松韵却不想以这种方式来炒作，在《最好的我们》发布会上，两人成了最远的朋友。这部剧中，谭松韵凭借着出色的演技，获得了当年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。终于尝到走红滋味的谭松韵之后，也拍摄了不少类似的剧。《旋风少女》第2季继续搭档吴磊、杨洋，戏份堪比女主胡冰卿，浪花一朵朵搭档熊梓淇。但年纪渐长的谭松韵有点急，她不想束缚在校园剧的角色里，她想寻求突破。于是，在2017年，谭松韵登上了《演员的诞生》的舞台。她想听听前辈们对她演技的评价，想知道她的不足之处。虽然演技被章子怡批评，最后也被淘汰了，但她没有失落遗憾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就足够了。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的谭松韵，却在2018年最后一天，
在全国都在欢度跨年夜的时候，她失去了最爱她的妈妈。那天，谭松韵的妈妈在和朋友聚餐后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，伤势严重，而肇事者却逃逸了。接到消息后的谭松韵立马放下手上所有事情，火速回到四川，守在妈妈的病床前，日夜祈祷：妈妈，只要你能醒来，我愿拿一切去换。但在20多天后，谭松韵的妈妈还是离开了人世，丢下了最爱的女儿，甚至没有留下一句只言片语。而在这段期间，居然有无良媒体放出早期和欧豪等人聚会的照片，意有所指的编排谭松韵不顾病重母亲，还和男星约会的现象，这无疑是在谭松韵心口上捅刀子。不明所以的网友也开始攻击她，指责她是不孝女。但谭松韵没有理会，只是在微博上感谢了关心她的人，告诉大家她会好好的。直到后来在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上，误会才被解开。失去母亲后的谭松韵消沉了一段时间，曾经脸上治愈的笑容也不见了，眼中增添了许多令人心疼的忧郁。但昔人已逝，活在当下的人只能负重前行。化悲愤为力量的谭松韵在2019年再次凭借《锦衣之下》中的袁今夏这一角色获得大众关注，她的演技和实力再一次被认可。2020年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观众更是被谭松韵的演技折服，她也因此获得了2020年华鼎奖最佳女演员奖，人气直逼一线女星。这一年，谭松韵30岁了，出道15年的她终于火了，但她也面临着别人对她演技的诟病，表演单一，强行装嫩。明明比男主角年纪大，剧中的年纪却比男主角的年纪还要小，而且谭松韵大部分角色的设定都是17、18岁的年纪，也远超谭松韵实际的年龄。可其实谭松韵她本身的少女感就足以抵消年龄的差距，比那些明明是御姐却硬装少女的女明星好太多了。所以强行装嫩在她身上也是不存在的，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。她每一次和年龄比她小的男演员合作的角色，观众都觉得很适合，并无半点违和感。谭松韵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，与其说是表演单一，不如说是人物设定单一。她出演的角色大多数都是活泼可爱、乐观向上17、18岁的少女，其实发挥空间并不大，换其他人来演，也不一定会比谭松韵更有味道。那些抨击谭松韵演技的网友，不过是因为谭松韵的年纪而产生的抵触而已，但实际上，谭松韵的娃娃脸完全撑得起高中生的设定。不过话是这样说，她出演了太多类似的角色，也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。谭松韵也深知这一点，于是她转变戏路，主演了一部大女主戏《锦心似玉》，饰演罗11娘，不再是扮嫩的高中生，搭档的也不是比她小的男演员，性格也不再是以往的活泼跳脱，年龄跨度也是从20岁到30岁，这次和她的实际年龄倒是符合了。目前该剧也在热播中，希望谭松韵这次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，突破戏路，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。历尽千帆，失去挚爱，谭松韵始终是那个对演戏的执着和追求的乐观大女孩，只不过在娃娃脸背后多了一些酸甜苦辣之后的成熟。34岁的谭松韵，未来可期。